军迷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新赛季的英超终于就要开打了。揭幕战其实周六凌晨就要开打了，利物浦的比赛是在周日晚上11点半，客场挑战纽卡。大家觉得伊劳拉准备好了吗？我觉得还差得很远啊。随随便便我就想出了伊劳拉要面对的5大难题：一、阵容缺兵少将，各家俱乐部都在抓紧时间招兵买马，唯独利物浦这边按兵不动，反而还在积极往外卖人啊。卖走了琼斯，外租了一线队唯一一个正经右后卫拉姆齐。顺便说一句啊，拉姆齐基本上意味着就告别利物浦了，他合同就剩1年了，明年租借到期就离队走人了。还租走了莫里森和一些青训，拖沓了好几个月的巴尔克拉转会也是悬而未决。昨天传出来5000万镑报价了明特被拒绝了。我知道不少人都挺喜欢明特，但一来他刚刚受伤，康复最早也要到11月份去了，大伤后的身体状况也是未知数。第二，我个人觉得报价明特很可能就是个烟雾弹，是演给巴黎那边看的啊！你不降价，我可就买别人了。可惜休斯这点小聪明可能要泡汤了。热刺那边竟然8500万镑买了萨维尼奥，曼城的替补得转身价只有3500万欧元，结果热刺花了1个亿，这显然是扰乱市场的行为啊！巴黎9000万身价只卖1.5亿，一下变成良心卖家了。其实上次视频我说过啊，我不担心买不到巴尔克拉，只要加格波不走，我们的边锋不是没人可用，就是厚度不够罢了。我最担心的是右后卫。接着第一场比赛前瞻的机会，我就再把一线队的阵容都过一遍。这是奥普塔给出的利物浦一线队阵容，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啊。门将位置暂时无忧，但也不是没有隐患，那就是阿里松不能受伤，马马达的能力还是差不少。当然伍德曼还是挺让人放心的。右后卫现在能用的只有一个弗林彭，他严格意义上是右边翼位啊。从他加盟到今天，我觉得他只打出了1场好球，那就是季前赛踢科莫那90分钟。但意甲球队热身赛的强度完全没法跟英超比啊。弗林彭上赛季大部分时间都在养伤，万一他又受伤了，那一线队就彻底没有右后卫了啊。能客串的琼斯也走了，戈麦斯我早说过啊，建议让他去做手抛球教练，剩下的就只有一个1.9米的阿劳霍了。我反复说啊，让中卫去客串右后卫是不靠谱的，防守可能还行，但进攻等于自断一臂。再说了，阿劳霍也有伤病和红牌的隐患，虽然他的加盟解决了利物浦中后卫的窟窿，但右后卫在我看来是要比右边锋问题更大的位置。其实中后卫也不是没有隐患啊，去掉戈麦斯、莱奥尼，其实也就范戴克、阿劳霍和雅凯3个能用的。雅凯我本来说做个视频好好夸夸的，结果这几天做了加格波和青训的视频后，发现没时间，来不及做雅凯了。正好也让军迷们冷静冷静，毕竟只是友谊赛踢了半场好球，给雅凯更多时间，多踢几场再下结论吧。毕竟他也才刚刚复出，他和阿劳霍谁首发踢纽卡，我觉得伊劳拉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当然雅凯踢科莫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印象里没有比他表现更好的首秀亮相了啊！甚至从开球第1分钟就成了雅凯的个人表演，防守位置感、速度、高度、对抗强度、传球视野、向前推进，特别是几次门前的封堵拦截，21岁的雅凯好像无所不能。我特意找了上赛季冬窗的那篇球探报告啊，重新又看了一遍，那时候分析过的他在空中对抗、地面拦截和长传球能力都在这个45分钟兑现了，只剩下持球推进能力还不曾表演。但他在门前的射门积极性显然要比已经走人的科纳特和至今1球未进的戈麦斯好太多了。上一个首秀就进球的中后卫就是队长范戴克，进的还是死敌埃弗顿的大门。希望雅凯能在他的偶像身边飞速成长吧，下赛季接班范戴克，成为利物浦的后防领袖核心。但回到周日踢纽卡的比赛，我觉得或许不应该马上就让他首发，一来他的伤病看来不是个小问题啊，不然伊劳拉也不会整个季前赛就让他只踢了45分钟，显然是不希望让小伤变成大伤，雅凯可能要谨慎使用。二来英超的对抗强度比法甲高很多，特别是纽卡这种球风彪悍的球队，上来就让21岁的雅凯去升扛，万一出现了重大失误，也很容易对年轻人造成心理上的打击。好在租来了阿劳霍，虽然他也有伤病和红牌隐患，但毕竟已经在巴萨历练那么多年了，还是巴萨的队长，他的身体条件也完全能应付英超的高强度对抗，而且反正也是租借的，打不好还能退回去。所以踢纽卡这场的中卫首发，我会选范戴克和阿劳霍，先让雅凯在75分钟后替补上去找找感觉，先适应适应英超的节奏和风格，慢慢的肯定会取代阿劳霍，成为我军的第1主力中卫。至于左后卫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上科尔克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科莫那场比赛，科尔克茨的肢体动作相当负面，当然大多都是因为加格波或者右边有机会不给他传球。大家都喷科尔克茨是个无头苍蝇，可别忘了他是24-25赛季的最佳左后卫，科尔克茨踢不好，左侧的加格波包括中路都有责任。当然信任是相互的，
科尔克茨也必须练好他的传中能力，不能简单认为伊劳拉来了，他自然就能踢好。热刺买了萨维尼奥，很可能就不买加赫波了。如果巴尔克拉也买不来，那新赛季加波或许还会是左边锋首发。我分析过，伊劳拉最喜欢的就是左路，科尔克斯什么时候能开窍，能和加赫波做好传跑配合，对新赛季的利物浦非常重要。中场琼斯走了的影响并不算大，但奥普塔这个首发，索博的位置显然不对，索博应该是会和赫拉芬贝赫搭档双后腰的。麦卡会给索博替补，索博会在威尔斯下场后前移到10号位，负责前场逼抢。但问题是，索博和阿芬贝赫太想参与进攻了，他俩在季前赛里太多次抢占了维尔斯的球权。我看球的感受就是维尔斯反而变成了场上干苦力的，就看到他在前面大量的奔跑逼抢。克拉芬贝赫那个连续撞墙推进确实很精彩，但他和索博前插好，身后巨大的空当放在纳美克星上都能看到这是中场目前最大的问题。看看伊劳拉怎么解决吧。要明确全队的核心到底是索博、赫拉芬贝赫还是威尔斯。俊哥建议是围绕伊萨克去踢，给中锋喂球。反正几场季前赛我是没看出来任何给伊萨克喂球的迹象看看后面如何发展吧。两个边锋我的建议还是加波首发，恩古和穆尼奥斯给他替补。伊萨克如果踢不了90分钟，可以让加波去客串中锋，恩古和穆尼奥斯看看谁上来踢左边锋。右边锋莫里森已经去英甲了，杰萨又受伤了，而且就算他不伤也踢不了右边锋，最起码英超踢不了。我的建议就是让库马斯上，他的积极往返跑，积极参与回防，会是弗林彭最好的搭档。我不希望看到恩古和穆尼奥斯在右路坐牢，客串个几分钟还行，首发还是算了。等埃利奥特瘦回去以后，看看他能不能踢右边锋吧。埃利奥特有个内切传小高球的能力，没准会有奇效。总之，阵容就是这个阵容后头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社区盾看着阿森纳最后还能换上赖斯埃泽，真是太让人羡慕了。休斯就算买来巴尔克拉，也不会去解决右后卫的问题。现在我就盼着休斯赶紧走人。三大毒瘤真是毒害利物浦太深了。体能强度跟不上，这是伊劳拉新赛季的第2大难题。被斯洛特耽误了2个赛季，利物浦的球员们已经做不到高强度踢满90分钟了。能被主教练公开场合抱怨球员体能不够，也是闻所未闻了。现在来看，能符合伊劳拉要求踢满90分钟的，也就是范戴克、索博、赫拉芬贝赫和加波了其他人的体能都不够，特别是威尔斯和伊萨克。好消息是弗林彭终于打满了90分钟，但体能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也急不来。赶上伊劳拉又是全英超对体能要求最高的教练，这会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乐观点可能会在冬窗见效，但同时要小心伤病。利物浦现在好几个位置都伤不起的伊萨克、弗林彭、范戴克这几个伤了都几乎没有替补。新赛季范戴克也不应该场上打满了，亚凯应该多跟队长轮换一下，伊萨克和弗林彭就只能死撑着了。不过伊劳拉在伯恩茅斯也有过大面积伤病的名场面，希望他能多提拔一些新人吧，大胆启用青训和替补。反正高层和球迷应该对这个赛季的成绩没有太高要求打出风格和气势就够了。3. 定位球防守老大难。虽说伊劳拉能打出过往红军精神就够了，但期前赛眼看着被摩纳哥和利兹联逆转，心里还是不舒服特别是丢的几个定位球、角球、手抛球，这恰好又是英超现在最流行的得分手段。又那么不巧，伊劳拉的伯恩茅斯定位球防守和斯洛特一样差。伊劳拉调教进攻我不是特别担心，但定位球防守现在来看是个大麻烦。如果我是纽卡主教练，我就告诉球员，主攻利物浦2个点，一个是索博和赫拉芬贝赫的身后，另一个就是定位球，抓住每次定位球机会，破门得分概率非常高。其实科尔克斯和弗林彭身后的空当也很大，范戴克水平的下滑也是肉眼可见的。新赛季我们的丢球数可能会再创新高。4. 多线作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伊劳拉过去5个赛季最多也就是踢个45场，从没打过欧战。利物浦本赛季最少要打48场，欧冠和国内杯赛如果走得稍微远点，就是50多场起步了多线作战，再加上上面说的健康和体能，还有阵容厚度问题伊劳拉聪明的话，就应该放弃国内杯赛，甚至可以放弃欧冠就一门心思放在联赛上，争取保6争5，望个第4能拿到下赛季欧冠资格，就是超级巨大的成功，完全对得起俱乐部对他的支持力度。5. 缺乏高层支持。上面这4个难题连我们这些外行球迷都能看出来，伊劳拉和休斯他们能不知道吗？显然就是明知故犯，就是不想解决。说白了，就是伊劳拉缺少高层的支持。伊劳拉的上司就是休斯，休斯一整个夏窗都在忙一件事儿，那就是巴尔克拉。据说忙完这单就去沙特了，所以伊劳拉只能眼睁睁看着热刺、切尔西、阿森纳一个个的针对性补强引援，自己球队都是卖了也不补人。强如巴黎也知道卖锋线之前要多补充几个。升班马一阵夏窗已经买了12个新援，花了快2个亿了伊劳拉真是有苦说不出，自己的老板就要跑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干。
或许新老板巴蒂亚财团会不一样吧。反正休斯的老板、芬威这些高层这个月肯定都忙着套现赚钱的。据说卖出的股权是38%，几乎是6次开了啊，绝对不是什么小部分少量股权。芬威跑路的概率，我觉得比买来巴尔克拉的概率都要大啊。指望芬威花钱来支持伊劳拉，我觉得就是镜里看花。高层对伊劳拉的支持啊，都不如一个升班马英冠俱乐部老板。股权变更嘛，不花钱也有充分的理由。至于说东窗或者后面，那就要看芬威是打算1年内就撤，还是慢慢退出，还要看1892 Holdings， 也就是巴蒂亚财团到底是和芬威一样只为赚钱，还是能有一定的竞技雄心了。好，最后来说说踢纽卡这场比赛，利物浦和纽卡踢过2次赛季揭幕战，下号都是客场啊，利物浦还都赢了，但都很遥远了，1931-32赛季和1986-87赛季。近一点的3次客场比赛都很刺激，23-24赛季客场少打1人，范戴克早早就红牌罚下，最后靠着努涅斯神奇逆转。24-25赛季那场也是跌宕起伏，萨拉赫连进2球，结果补时凯莱克诡异让球，被纽卡中后卫沙尔给绝平了。最近的一次最刺激，恩姆莫哈补时踢100分钟绝杀了纽卡，但斯洛特的好运气没过几场就用光了啊。其实现如今两边的教练都换人了，球队阵容也都有很大的变动。纽卡是走了戈登，藏里3中场也解体了，乔林顿还给伤了。不少军迷都说啊，现在碰到纽卡赢球的概率大了很多。其实对面何尝不也是这么想的？球队走了萨拉赫、罗伯逊、科纳特和琼斯一大波夺冠核心主力，还有好几个重大伤病，引援也是磨磨唧唧。伊劳拉抱怨体能不够，季前赛接连被逆转，定位球防守形同虚设。利物浦这边的问题也是一大堆，两边可以说是50步笑100步，谁都没比谁好到哪儿。我觉得看点有几个啊，首先就是伊萨克面对救主会不会进球，再就是雅凯会不会首发，然后就是弗林彭能不能不受伤踢满90分钟，比尔斯能不能获得更多中前场球权。军迷们可能要做好准备看一场进球大战啊，或者说要准备好速效救心丸。最近3次做客圣詹姆斯公园，两队一共打进过15个球，场均进5个啊，这估计也会是新赛季利物浦的风格，主打一个互捅，防势可能防不住了，就看谁进球更多了。我就不预测比分了啊，肯定是希望赢球的。对面的新教练亚伊斯勒，我之前视频有介绍过啊，这哥们儿打澳超2个赛季都拿了冠军呢，而且他在前3家俱乐部的揭幕战3场都赢了。希望伊劳拉能给这位英超新人一点快速攻防转换的震撼吧。这场比赛是俊哥和张直解说啊，还没有足球通年卡的朋友，可以在我的橱窗或者评论区置顶位置下单。298年卡我个人返15，388年卡我返20，388这个还有限量的礼包可以兑换。背包和世界杯足球已经抢光了啊，墨镜和剃须刀我觉得也不错。英超开打后，这些优惠返现就都没有了，还没下单的要抓紧了。